本赛段，来自星宿两大阵营的25位主厨，将组成10组星宿对局，抢夺组内唯一的晋级名额。太残酷了，刚拼杀了那么多人，又让我去死。段文艺在追杀里中没有追杀这个事儿的存在。我对我的菜品的味道很有信心，川菜后继有的，我调味很厉害的。星厨甚微淘汰。经过我们3位评审的商量啊，使用拯救权啊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必须要认真的。该食材已被踢馆者亚罗斯拉夫锁定。当我听到踢馆的那一刻，我的想法就从挑战稀有食材变成了我要挑战哪一位比较强的厨师。我也是米其林3星出来的，谁不是3星啊？这是终极大对决啊！3人加上9颗星，也是死亡记录。太好了，这道菜很不错。本轮比赛结果，获得第1名的选手是。本节目由李锦记博研生抽独家冠名播出。李锦记博研道道都好吃，博研味更鲜，水就是水，让水回归纯净。本节目由娃哈哈纯净水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七喜赞助播出。会吃的喝七喜，1周7喜，爽透顶。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1的鸡弄鱼1:1:1调和油赞助播出。本轮踢馆组名次即将公布。OK， 踢馆者亚罗斯拉夫的名次是第2名。下面公布剩余2位主厨的名次。感觉每次比赛都在挑战着我，还蛮有意思的。到最后，我相信我的口味是优先的，肯定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获得第1名的选手是 TC 蔡都义。Thank you, congrats. 首先呢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南洋风味做的真的很清新，很清香，因为它这个香茅草的这个味道很清爽，一点都不腻。再加上这个汤汁进去，你顿时会觉得说，哇，这道菜你吃到的每一样食物都是美味，它不仅限于章鱼。然后等到第3个的时候呢，还是欠缺了一点。我觉得他处理章鱼的方式是我没有吃过的。但是他另外2个他都没有打动啊，这倒是，因为你毕竟是3道菜，但如果说所有的菜里面，比如说那个章鱼谁做的最好吃，那我觉得你说的对。这个汤好啊 ，Yeah，the barbecue is good， 这汤好，这就是面，不上，面干嘛？面不要上，它那个不加分。Yeah，OK，must be ending， 好，搞定。恭喜新厨 TC 蔡都义成功晋级。谢谢老师，谢谢 ，Thank you so much。哎呀，他要是选我们组，他就晋级了。就我想要的东西比较多，但呈现的不够，所以的话，这也是一个遗憾吧。It's a good experience, right? Yeah, I mean, fun, yeah. Bad experience, good experience, everything's an experience. Yeah, for sure. Can't complain, can't make you complain. stronger, Yeah, exactly. I felt upset because first of all I wanted to be first, but in the end when I saw the dish that TC made, you know, I knew that he is simply just better. Yeah! 漂亮！漂亮！报仇了，报仇了，可以的，可以，漂亮，打败好了，对，送他回家了，终于把他送回家了。我现在自由了。我尽力了啊，输了真没办法了。你还得在这待着吗？我觉得比我没晋级还要遗憾，因为毕竟他们年轻嘛，这个也是应该是一次机会吧。如果错失了这个机会，我觉得确实也非常的遗憾。本组比赛的食材是豇豆。豇豆3人组出发啊！悄悄的检测。哎，周师傅上场了。
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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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加油！谢谢。加油！你看他们这一组哈，是2个新厨，1个素厨。对，而且阿姨在这一组，我觉得还有点担心阿姨。这一场不好打，说实话，因为周成师傅的这个实力真的是有目共睹的，他强得很。没有压力啊，什么都行。朱师傅的话，就作为中餐来说，手段也很硬的。对，因为毕竟我们是专业厨师出身，应该是没问题的啦。煎蟹女王呢，她就感觉像误闯天家一样，我觉得她应该压力特别大。我觉得她没有压力，但是我其实是蛮期待她的。虽然对战的是2位新厨，我还是蛮有信心的，因为上一次他们对煎蟹很喜欢。这一次的豇豆炒蟹肉，我就做这道菜会更有松弛感了。120分钟倒计时，现在开始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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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青龙过江啊！其实我私下有开玩笑，我们做一道菜叫青龙过江，就是开水烫一根豇豆，多漂亮啊！是真的很难，因为在我们餐厅里面的确用的不多，也没怎么用过。很多人都会给到你一些建议，但是你要把它做了一道让别人去惊艳，或者是一道适合比赛的菜，还是比较难的。首先在选豇豆上，每根豇豆我要切多长，我要选多细多粗的。对于像我们这种专业的选手来说，每一步都是精细的去计算过。就像我为什么瘦了2公斤啊？因为每天我都在吃豇豆。爸爸的豇豆啊，没完没了。晚上豇豆烧鹅。我们每天要吃豇豆。我爸爸参加比赛，他做豇豆的菜，没脸。因为我都在每天在试错，家里人疯了嘛，觉得爸爸为什么每天都让我吃豇豆嘛？我儿子就做了很多可爱的那个公仔啊，我就挂一个豇豆，拍个照片，我就发给我爸爸，今天家里又吃豇豆了。一根豇豆就把我差点弄疯掉了。每一根豇豆多粗，切20公分的长度，刚刚好达到我的要求。18根豇豆就是18根豇豆，而不是随机去选择一把豇豆去切。我要确保在比赛当中120分钟里面把它完美的呈现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是想用一种海洋的感觉去呈现它。然后这道菜里面我一共分了2个部分。首先豇豆我们先焯水，用水去烫，烫完以后进冰水，保持它的翠绿色。然后用扇贝打成非常细的泥，加在豇豆中间，把它作为一个粘合剂和提升豇豆的鲜味儿，均匀的涂在每一片的豇豆中间，然后把它做成卷。要把它卷起来再去低温。他要把豆角给低温慢煮吗？这师傅那么厉害，有个低温的东西。因为我要保持它里面那种刚刚断生那种口感，所以需要低温2次。第一次先单独加热豇豆，再用那个腊肉刨成很薄的片，然后把那个豇豆卷起来，然后再进行第2次低温加热。那我最后呈现是在一个扇贝壳里面呈现的，所以我会把它切成块状，看上去就像一个整体的一个扇贝的背肉一样。当你切开横切面的时候，你是可以看到豇豆这个东西的。所以我在横切面上又用了那个扇贝泥去薄薄的抹了一层。但是因为我们做西餐的话，那锅气这个东西是没有的，所以最后在做的时候，在煎制的过程当中，温度非常高的时候，我放了那个切头，去瞬间让水分蒸发掉。汁水的话，我们就用了一个干的辣椒，然后那个腊肉，然后新鲜的猪肉下粉。炒完以后加入鸡汤。
他是用湖南腊肉做的一个豆角。它这个思路是对的，问题就是出来的效果就最重要了。对，味道也很重要啊。腊肉跟豆角呢是非常配的，啊，最主要就是看看它的呈现方式，这个就是讲那个主厨的经验了。对，就是看你对食材的理解。那我们第二个部分，我们熬一个米油，熬米油的水，我用的是那个5阶的西班牙的火腿汤，去掉它的鲜味和咸味。在米油熬完以后，最后把那个豇豆切成指甲片大小，然后把豇豆炒一下，再融入到我们的米汤当中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做了一个扇贝的壳，放入了那个豇豆晒成干以后打成的粉。所以它在炸完以后，它会略带那种豇豆的香味。就是所以我做的东西，它不是做了一道菜，它是一个整体的呈现。所以我们用了炭炉加海螺做一个加热的装置。它用些响螺壳来装什么东西呢？装汤。所以每个细节你都要考虑清楚。扇贝壳下面的鹅卵石，它一定要去加温，因为要保持那个东西是烫的。最后你那个石头放进去以后，你为了表达的那香气，我还要用佛手柑浸泡在那个水里，最后用喷壶洒在上面。当冷的热到热的时候，它就散发了浓郁的那种佛手柑的香味。因为你作为一个贝珠来说，你希望最后的那个扇贝壳是半开放的，就是你若隐若现看到里面有个贝珠，想用一种海洋的感觉去呈现它。然后从拿到评委的面前，它的香味，那种干豇豆用炭火，包括那个栀子花那种花香味，包括评委最后擦手的纸，都是每一个贝母的壳都是手工去磨的。所以我们从香味、从温度、从呈现、从口味，包括不同的层次感，软的、糯的、脆的，每个方面，我觉得都考虑到了。周师傅应该还可以，他做一些很细，做得很精细。他那边弄完了，就只剩他摆盘了。好了，这为什么走过来这边呢？朱师傅这个台面清清爽爽啊，绿油油的。你看他们对酱豆的处理就完全就不一样哈。他是做什么的？西餐？他是做杭帮菜。我其实压力还是比较大的，因为周师傅的实力在那儿。周成老师可能他做出来的菜可能会比较漂亮，然后可能会有中西融合的这种形式呈现出来。那我可能会避开他的这个优势，我可能会做的索性就偏更中式一点。这次我带来的是凝椒鲜响脆。哦，它是什么？鱼哦，鱼干吗？咸鱼吧，还是咸的，可以剥皮的。哦，它那个不是那个，它是应该是米鱼香。它这种咸，它不是用盐腌制出来那种咸，风干它是对。会有鱼刺吗？这个有，可是要剥出来，现在要剥。对。因为豇豆它是比较寡淡的一个食材。那么用它的咸度来提升豇豆的这个滋味。它好像是把它切碎了，要么做馅吧，我感觉。还有个就是也用的是这个米鱼胶嘛，刚好那个米鱼胶类似于作为像一个口袋一样，那么把炒好的那个豇豆和响包在里面，形成一种像荷包状的一种形态，把这几样原料把它融合在一起。然后用葱来代替我们缝衣服的那个线，用牙签把它穿起来，穿起来以后就做成一个荷包形状。朱师傅这个也太细致了，他居然用葱当做线，把米鱼胶一个一个缝起来，这个工程量还是蛮大的。
然后用这个高汤，然后把它煨，让这个米鱼胶能够比较入味去腥。因为这个豇豆我还是要想突出它的一个脆，在烹调的过程当中会把火腿和那个豇豆一起烧，然后把火腿蒸熟，最后会撒上一点火腿末，然后浇上一个芡汁。这个一看就有食欲，感觉好像都做的都挺丰富啊。螃蟹女王现场杀蟹了。我抽到这样子，我女儿都笑了，说：“哇，你一个素厨跟2个新厨比赛。”但是我有跟她说，我觉得说，这个也好像也不是特别重要，就是最重要的是我努力用心去把这道菜做好。后面就是觉得说，哦，我在沿海城市啊，要跟一些海鲜的结合。我准备做一道最常见的小炒菜。这个菜启发的来源就是我女儿，就是小时候就是挑食嘛。加上我开店时间上也是很忙，然后也没时间给他做比较多种多样的，就是比较多个菜。那我就这样把很多杂菜，那里面又有3层肉，有一点干贝丝，有鸡蛋，那这样就是简单做一道菜，让我女儿又能吃到健康又营养的东西，我又没有那么耗我的时间嘛，因为没时间做生意嘛，忙嘛。是他很开心，那时候因为他说，哇，妈妈上你好久也没有炒这道菜给我们吃了，我连续炒了2、3天给他们吃，他们连续都在吃不腻的，就是拿一点饭去配，一直说哦，好好吃啊，好好吃啊。我的女儿就回忆起小时候吃的那种杂菜啊，就是这种味道就都出来了。煎蟹女王这次还做蟹吗？她应该是做她最比较擅长的东西吧？但你这豆角跟蟹就怎么去搭配啊？我这道菜最费时间的就是要把里面的豆取出来，再切丝，把所有的籽都清干净，才不会影响口感。它要是把籽去了切丝的话，跟蟹一起炒，应该口感还是蛮不错的。一点红萝卜，然后茭白也切丝，马蹄也切丝，然后切一点肉丝。然后一点干贝，然后再剥一点蟹肉在旁边。打一个鸡蛋在旁边等待。我虽然没有很高超的，就是说哦，真的是要弄得很漂亮，或者说很高超的技术什么，但是就是这一口让他们吃下去，就有想到妈妈炒豇豆的味道，有家的味道，还有食物自然本身的味道是都有，所以我还是有信心的。哇，它那个味道传上来了，好香啊！好香，它一定好吃。它可能是匹黑马啊，你看。加油，加油！这个你猜谁会赢？我猜中菜吧。你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，对吧？但说不定煎蟹女王这种非常具有家庭家常味道的菜，还真的蛮有可能俘获评审的心。现在你们需要进行商议，选择其中一间评审间作为终极评判。我很想选择大众评委，如果选择大众评委，应该对我是比较有利。然后专业评委，因为我也不是很专业的厨师，所以这个可能对我来讲要求会比较高。现在请评审品尝1号菜品。哇，哎呦，我得拍掌拍掌！你看人家这做的多好啊！哎呦喂呀，豇豆！哎，那个饺子里面包着可能是豆的馅儿，是不是？吹火，你这肺活量不咋地呀！角度问题啊！